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老师的频道。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我们看身边的人，好像总有那么几位，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感觉特别顺，家里和和美美，事业也稳稳当当。我们常说，这人运气真好。但反观自己，有时候明明已经非常努力，非常打拼了，却好像总是在关键时刻差那么一点。似乎时运不济，这背后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会立刻想到两个字：风水。一提到风水，大家可能就联想到那些很神秘的罗盘、方位，要请大师来家里看。其实，看老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风水里最根本，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亲手做到的东西。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宇宙观叫做天人合一。古人认为，一草一木、山川大地都是活的生命体。那么，我们居住的这个家、这个厝，它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壳子，它是有磁场、有能量的。它就像我们身体经络里的一个穴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一个吉祥家宅的灵魂就是道法自然。我们人去创造环境，反过来，环境也在塑造我们。老祖宗留下来一句话，说的特别精辟：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这句话是双向的，意思是好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有福气的人去居住，而有福气、有德行的人住进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会被他养得越来越好，变成一块福地。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动罗盘，不花大钱，就把自己的家养成一个藏风聚气、招财纳福的福地呢？其实秘密就藏在民间的另一句俗话里，叫做家中有四空，顺水又顺风。这四空不是叫您把家搬空，什么都不要，过空无一物的生活。他说的是，我们家里有四个最关键的地方，一定要保持一种空的状态。这个空是空灵，是通透，是干净，是流动。这四个地方越空，家里的正能量磁场就越强，财运和福气自然就顺水顺风递进来了。这第一个要空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大门、门口。大门在传统文化里被称为气口，是我们整个家宅纳气的地方，就像我们人的鼻子和嘴巴，负责呼吸。外面天地间的旺气、财气都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气口被堵得严严实实，门口堆满了各种杂物，好几天没丢的垃圾，东倒西歪的鞋子，孩子的旧玩具，积满灰尘的纸箱，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从现实层面说，客人一到您家门口，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么想？从能量层面说，那些吉祥的气，他想进来，却被这股浊气和障碍物给顶回去了。财神爷路过，可能都会绕道走。我们常说门面，门口就是家的脸面。这个脸面不只是给外人看的，更是给我们自己看的。您每天出门去打拼，最后一眼看到的是杂乱。您辛苦一天回到家，第一眼迎接您的还是杂乱。这种心理暗示日积月累，一个人的精气神都会被磨灭掉。所以门口的空首先是干净，地上最多放一块整洁的脚垫，用来过滤掉外面的尘土。所有的鞋子必须请进鞋柜里，不能散落一地，尤其是穿过有异味的鞋子，绝对不能就那样摆在门口。那股晦气会严重污染整个气口的磁场。其次，门口的空是不花哨，保持明堂开阔。我们传统建筑讲究明堂开阔，门口的地方要敞亮。有的人喜欢在门口搞得很复杂，比如自己加装一道繁复的拱门，或者挂上那种很重很长的门帘。其实这都是画蛇添足，反而阻碍了气场的自然流通。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就是最好的风水。您过年时贴个福字，贴个春联，这就非常吉祥，非常好了。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深刻，你所居住的房子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个人如果连自家的大门都管理不好，那他的人生往往也是杂乱无章，处处受阻。第二个要空的地方是我们的厨房。厨房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象征着一个家庭的财库与食禄。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负责全家人的饮食，而饮食是我们生命能量的直接来源。厨房直接关联着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这里说的空，当然不是叫您把厨房清空，从此不再开火做饭，而是提醒我们，厨房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敞亮、干净、通风、有序。我们去看很多家庭，厨房往往是家里油烟的重灾区，琉璃台上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各式各样的小家电，橱柜里塞得满满当当，锅具、餐具胡乱摆放。每次做饭就像上战场一样，手忙脚乱，不是找不到这个，就是拿不到那个。古人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厨房的卫生条件是全家人健康的底线。一个油腻、脏乱、充满异味的厨房，就算您用的是最顶级的山珍海味，在烹饪过程中也难免沾染细菌，家人吃了不健康，小病小痛不断。那您在外面赚再多钱，最后不也都变成医药费送给医院了吗？这不就是最直接的损福败财吗？所以厨房的空要怎么做呢？第一，台面要空。琉璃台是您准备食材的地方，必须时刻保持清空干净。用完的调料、锅铲要随手归位。刀具在风水上是有煞气的，千万不要明晃晃地摆在外面，最好是收在刀架或抽屉里，这既是安全也是风水。第二，水槽要空。吃完饭的碗盘最忌讳的就是堆在水槽里过夜，食物的残渣加上潮湿的环境，是阴气和细菌的温床，会严重影响这个财库的磁场。第三，油污要空。抽油烟机、瓦斯炉以及墙壁上的油污一定要及时清理。油污代表着阻滞和污浊，会阻碍家里的财运。第四，冰箱要空。冰箱是我们现代家庭的米缸、粮仓，它也不能塞得太满，要留有余地，让冷气能够流通。过期的食物要及时清理，这和财库里不能有烂账、死账是一个道理。一个干净、整洁、空气流通的厨房，做饭的人在里面心情是愉悦的，是舒畅的。带着这份好心情做出来的饭菜，家人才会吃得健康，吃得安心。这才是一个财库该有的样子。第三个要空的地方是卫生间。卫生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厕所。在传统风水学上，这是家里泄气和污秽之气最重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属性就是潮湿和排泄。如果这个地方处理不好，它产生的晦气和湿气就会像病毒一样慢慢扩散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与它相邻的卧室或厨房，会严重影响全家人的健康和运势。所以卫生间的空核心就是干燥、通风，没有异味。首先地面要空。卫生间本来就潮湿，如果地板总是湿漉漉的，积水遍地，第一，它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墙角发黑发霉。第二，对家里的长辈和小孩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极易滑倒受伤，这是安全的大隐患。我们洗完澡后，最好能把地面的水刮干，并且一定要保持抽风机或者窗户的开启，让湿气尽快散去。其次，台面要空，洗手台上不要堆满各种瓶瓶罐罐，这些瓶底非常容易藏污纳垢，积攒水渍和霉菌。要把物品分类收纳进镜柜或储物柜里，保持台面的清爽。
再来，马桶要保持清洁，这是污秽之气的最大来源，一定要做到随手清洁，并且在不使用和冲水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习惯盖上马桶盖。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最大程度的防止晦气和细菌随着水雾扩散到空气中。很多人会忽略卫生间的风水，觉得它不起眼，但康老师告诉您，越是这种不起眼的地方，越能看出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和对细节的尊重。当我们把卫生间保持得空旷一些，干净一些，它就不再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它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情绪缓冲区。当您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烦躁的时候，回家在一个干干净净、没有异味的卫生间里，关上门，安静地泡个热水澡，或者只是洗把脸，这个空间能帮您把一天累积的坏情绪、坏能量像冲走污垢一样一起排泄掉。把坏情绪释放掉了，您才不会把情绪垃圾带给您的家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抱怨和指责，家庭内部的争吵减少了，这不就是最好的风水吗？第四个，要空的地方是我们的卧室。卧室是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一生中有将近1/3的时间是在卧室里度过的。这个空间是我们养气、补气的地方，是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充电站。如果这个充电站本身都是脏乱不堪、能量混乱的，那我们怎么能休息好、充好电，去面对第二天的挑战呢？卧室的空，首先是空间上的空，也就是不杂乱。最忌讳的就是把衣服随手堆放在床头、椅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样。这在风水上叫做压，在心理上它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混乱感，让人心神不宁，自然睡不好。而且这些堆积的衣物非常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和呼吸道健康。其次，床底要空。很多人喜欢把床底下当成储藏室，堆满了不用的杂物和箱子，这在风水上是大忌。床底不空，气场就无法流通，地面的湿气和晦气会聚集在床底，然后透过床垫直接影响到睡在上面的人，导致腰酸背痛，身体不清爽。再来，装饰要空。卧室里不适合摆放过多的装饰品，尤其是绿植。很多人以为植物能在晚上净化空气，这是一个误区。在没有光照的晚上，植物和我们一样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反而会和我们争氧气，影响睡眠。卧室的墙壁和窗帘颜色也要选择比较柔和的、让人放松的颜色，比如米色、浅木色等大地色系，要避免使用大面积的红色、紫色、深黑色等深色系。这些颜色太浓烈，会让人精神紧绷，产生压抑感，不利于我们元神的休息。一个清爽、整洁、温馨，让人一进去就想松下来的卧室，是我们身心安顿最重要的基石。讲完了这4空：门口、厨房、卫生间、卧室，我们把外在的环境这个福地给整理好了，让它回归到道法自然的流动状态。但这只完成了一半。老祖宗的智慧是福地福人居，关键还是在人。一个家里光有干净的壳子还不够，还要有好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住在里面的人。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真正兴旺发达、人才辈出的家庭，家里除了干净整洁，下面这5样东西一定都很多。第一样多的是笑容。礼记里说，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意思是，一个人心里如果充满了祥和之气，那他的脸上一定是和颜悦色的。和气生财，这句话我们都听过。一个家庭里，如果时常能听到笑声，时常能看到家人的笑容，那这个家的磁场
一定是温暖的、向上的。在佛教中，有一种最简单、人人都能做的布施，叫做言施，就是给人一个和善的脸色，一个温暖的微笑。曾经有位朋友来找我，他很苦恼，他说他为了这个家在外面拼命打拼，但回到家感觉像个战场，乌烟瘴气的。太太总是对他发脾气，抱怨他这抱怨他那，孩子也躲在房间不愿搭理他。他很纳闷，也很委屈。我当时就给了他一个最简单的建议，我说你试着从今天开始，每次进家门之前都在门口站1分钟，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把工作上的压力和不愉快都留在门外，然后带着笑容进去。这位丈夫半信半疑，但还是试着照做了。刚开始家人看到他笑还觉得很奇怪，但他坚持了下去，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太太一个微笑，跟孩子开个玩笑。久而久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太太脸上的抱怨竟然也少了，笑容也多了，家里也变得更加温情和睦。您看，一个简简单单的笑容威力有多大？家的温度取决于您嘴角的弧度。我们很多人都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脾气留给了外人，却把最坏的情绪、最不耐烦的脸色留给了最亲的家人。这种情绪宣泄其实是在寒家人的心，是在亲手赶走家里的福气。第二样多的是沟通。古语有云：正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胜于刀剑。俗话也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语言是上天赐予我们最伟大的发明，但它同时也是伤害感情最锋利的武器。一个家庭毁掉它的根本原因，往往就是缺乏沟通，或者是无效沟通。什么叫无效沟通？就是遇到问题不是批评就是指责，要么就是翻旧账，或者干脆冷暴力，谁也不理谁，让矛盾在沉默中越积越大。比如先生下班回家，太太开口就是抱怨：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孩子成绩考差了。父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你真是没用，我白养你了。这种话就像一把刀子，把家人的心划得遍体鳞伤，家就变成了讲理的法庭，变成了吵架的战场，而不再是讲爱的港湾。常言道：目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家人之间，不管您有什么想法，即使与对方意见不合，都要及时真诚地去表达。但关键不是敞开来说，而是要好好说。什么叫好好说？是先倾听再表达，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是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不是总说你总是这样，你必须那样。唯有这样充满理解和尊重的有效沟通，才能真正消除隔阂，让家庭关系更和谐，让福气越来越多。第三样多的是勤俭。晚清名臣曾国藩先生在他的家书中反复告诫后代，家运之兴旺在于勤俭。勤就是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源头；俭就是节俭，是守护财富的堤坝。二者缺一不可。鸟儿飞到最高点，如果不懂得收敛，迎来的就是堕落。一个家庭如果奢侈到了极致，那么衰败也就不远了。史书记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的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朱元璋是草根出身，从小家里极度贫寒，他是当过和尚，要过饭的，深知一粒米1文钱的来之不易。所以等他登基当了皇上以后，他依旧保持着非常朴素的作风。据说在他皇后的寿宴上，那么大的场面，宴请文武百官，他就只用了4菜1汤来宴请大家。官员们都十分不解，
毕竟是皇后的诞辰，是普天同庆的日子，理应隆重举办。更何况当时国库充裕，何必如此拮据呢？可朱元璋借此机会告诉所有人，他从小生活艰苦，深知唯有勤勉节俭，日子才能安稳。他还下令要求所有官员举办宴席都必须以此为准，如有违反，严惩不贷。正因为他的这种习服和以身作则，才奠定了他治下国力的强盛。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勤俭持家不是叫我们当小气鬼，什么都舍不得，它是一种态度，叫做惜福，珍惜食物，珍惜资源，不浪费。当您懂得珍惜，您就是在培福，培养福报。您不浪费，就是在为自己积攒福报。即便家中拥有金山银山，但只要奢侈一日，不懂得节制，早晚都会坐吃山空。相反，勤俭持家，福报到了，家运自然会兴旺发达。第4样多的是孝道。古人说，父慈子孝，家之福也。还有一句话说，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一个家庭福报的根。我们常常在外面拜神求佛，希望能保佑我们平安发财。其实我们家里就有2尊活佛，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的根。如果您对自己的根都不好，都不去浇水施肥，那您这棵树，您自己的人生又怎么可能长得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呢？有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古代有一家3代人生活在一起。有一天，父亲对儿子说，你阿公年老体弱，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义了，整天拖累我们，不如丢到深山算了。到了半夜，他们父子俩就用一个大麻袋把老人家抬到了深山里。正准备把老人连同麻袋一起丢下山谷时，那个小孙子突然开口了。儿子说，阿爸，我们只需要把阿公丢下去就可以了，何必连这个麻袋也一起扔掉呢？这麻袋还能拿回家装东西。父亲非常生气地说，连人都不要了，还要这破麻袋干什么？儿子却很天真地回答说，阿爸，要是连麻袋一起都丢了，那以后我长大了，要将您丢到山中时，用什么来装您呢？父亲听完这句话，当场愣住了，冷汗直流。他终于恍然大悟，自己今天做的，就是明天孩子要对他做的。他赶紧和儿子一起，把老父亲又恭恭敬敬地抬回了家中，从此好好的照顾。您看，这就是身教。您今天怎么孝顺您的父母，其实就是在善待您自己的明天。您的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孝顺父母，使他们心生欢喜，家中的和气就会愈加增广。每一个家庭的兴旺，都是从孝顺父母这个根上开始的。第5样多的是善心。易经里说得非常清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一个不断积累善行，心存善念的家庭，他们得到的福报一定会多到满溢出来，甚至能福泽好几代后人。宋朝的大文学家范仲淹就是最好的例子。范仲淹年少时非常贫苦，但他立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等他后来当了宰相，有了钱和地位，他没有只顾着自己家族享受荣华富贵，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拿出自己大半的俸禄，在家乡苏州买了上千亩的良田，设立了义田。这个义田不是分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作为一个家族慈善基金，用这些田地的收入来救济整个家族里贫困的人，供族中的孩子上学，补贴婚丧嫁娶。因为范仲淹种下了这颗善良和格局的种子，范氏家族受他的感召，代代行善，人才辈出。这个家族因此兴旺了整整800多年。
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普通人虽然做不到像范仲淹那样设立义田，但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邻居多一分和善的微笑，在公车上给长辈让个座，看到别人有困难时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甚至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随喜赞叹，说句好话，不口出恶言，这都是在行善，在为自己和家庭积攒福报。善良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福源。当一个家庭里人人有善心，事事行善举，那贵人一定会时刻伴随左右，福气也一定会越来越深厚。所以各位朋友，一个人的福气真的不由天定，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去修来的。一个家庭的风水也不在于您请了多贵的摆件，而在于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是否用心在养这个家。让我们一起牢记，先把家里的四空做好，门口要空，厨房要空，卫生间要空，卧室要空，这是福地，把我们安身立命的这个地利给修好，然后再努力让家里充满五多，笑容要多，沟通要多，勤俭要多，孝道要多，善心要多，这是福人，把我们家庭成员的人和给修好。当我们的家既是福地，又住着福人，那么天时自然会眷顾您。这种充满正能量的家，会像一个磁铁一样，为您和您的家人吸纳源源不断的好运气。运势好了，做什么都顺了，家庭的幸福感就更高了。如果今天看老师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请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回复一句福气盈门。看老师也在这里衷心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家宅兴旺，事业有成，步步高升，财源广进。最后，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也请您随手按赞，并且转发分享给您关心重视的亲朋好友，把这份福气和智慧传递出去。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